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韵玉，非常开心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又邀请了一位我的好朋友 Yuki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Yuki 是一位有机生活爱好者，那我们可以请 Yuki 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是黑姐子的朋友，很高兴这次和他一起来录这个节目。那我今天邀请 Yuki 来，是想和他一起分享一款我们最近遇到的一个很有趣的饮料，叫做 Kombucha。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，我先和大家介绍一下Kombucha是什么。Kombucha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康普茶，在中国东北也被称为味宝。它的外观上看起来是红色透明的，尝起来酸甜可口，味道比较特殊，也比较清爽，并且是有一些碳酸的口味在的，就是有气泡。孔布茶这名字听起来还蛮东方的，那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讲起这个名字吧，还有挺多有趣的故事，其中有一个呢，就是说在以前公元415年，有一个叫宫部的韩国医生，他去给日本天皇治病，给他带来一款饮料，然后极为有效。后来呢，这款饮料也在日本流行起来。为了纪念他呢，就以恐怖的名字给这款饮料命名，然后也就叫恐怖茶。但其实追溯到很久以前呢，恐怖茶起源于中国秦朝，后来呢传到了日本、韩国，然后再后来又传到了俄罗斯，然后近年来也在欧美地区开始流行起来。那说到恐怖茶，我也想问问 Yuki，你第一次接触到恐怖茶是什么情景呢？第一次啊，大概是以前到朋友家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带来了自己酿的一款发酵饮料，然后给我们介绍说，这是他自己在家做的，然后叫做恐怖茶。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，后来有时候也在商店里会看到。哦，那黑戒子，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接触到恐怖茶的呢？其实我接触恐怖茶比较晚，是我去年参加一个Coffee Festival 的一个展会的时候，我无意中看到了这款茶。其实我当时觉得它是什么冰红茶之类的东西，我还对它不屑一顾。然后后面尝了一下，发现它和我想象的味道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就是去年才接触到的。然后平时我在国内其实没有怎么看到这款茶。那根据我们俩的经验，我们都是在欧洲这边才接触到的恐怖茶。我为此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，我发现，在欧洲和美洲市场，恐怖茶它也是越来越流行了，有很多的人都愿意去购买恐怖茶。我也想问一下 Yuki， 在这种流行趋势的背后有哪些原因呢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首先，恐怖茶作为一款发酵茶，主打一个天然无添加剂的理念，然后也符合这边欧美地区人这个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。其次呢，由于它的这个发酵的工艺，最后的产品相对是比较低卡的，相对于一些果汁饮料。可以。而且在欧美国家，恐怖茶并不是简简单单作为一款 refreshing 的解渴的饮料，它还可以被认作功能性饮料。由于在发酵中产生的多酚啊，有机酸等物质，它也可以被认作为是具有健康益处的一款饮料。那听起来确实还挺吸引人的。但是它的营养价值还是有待争议的，因为目前没有精确的临床研究来支持它的这个 health claim。好的，谢谢 Yuki。那黑戒子，你觉得恐怖茶在国内的发展趋势如何呢？其实我觉得恐怖茶它的这些特性，它的天然、低热量以及有一些possible 的营养价值，这些都是符合中国消费者现在的一个消费趋势的。但是呢，我在小红书上看到，以及我自己身边的人反馈都是，对恐怖茶的口味有一个两极分化的感觉。有一些喜欢这个风味的人特别喜欢，然后不喜欢它的人把它称作恐怖茶，觉得它的这个风味，恐怖茶，对，恐怖茶，觉得这个风味非常难以接受。所以我觉得，这也是为什么恐怖茶它在中国的这个发展趋势没有达到它的预期，就是它的口味还是有待创新，有待本土化创新的。所以如果它能够改进一下它的风味的话，可能在国内也会更多的流行起来。的确，茶文化
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。对对对，主要是我们对茶风味的这种想象有一个先导的一个认知。对，所以一个新的东西进去以后，它可能有点难以被接受。对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，不知道大家好不好奇？孔布茶作为一款发酵茶，它具体的发酵原理是什么呢？有哪些可爱的微生物参与到了整个发酵过程中？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制作孔布茶的原料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茶、水和糖，在此基础上加入菌种和现有的孔布茶原液。那这里的菌种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，叫做 SCOBY。SCOBY 的全称是 Symbiotic Culture of Bacteria and Yeast， 也就是说它是细菌和酵母的共生群落，里面主要包括醋酸菌、乳酸菌和酵母等等。共生的意思是说，在这个群落里面，每个微生物它是互相利用并且共同寄生的一个关系。某一种微生物的代谢物恰好是另外一种的养料，在发酵过程中 ，SCOBY 它会自身逐步形成生物膜，所以在整个发酵过程中 ，SCOBY 会变得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厚。在发酵结束以后，这个 SCOBY 也是可以重复利用的，你也可以把它慢慢的培养起来，形成你自己的 SCOBY 宝宝。在这里呢，也想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小知识。我们发现有人正在研究如何将这种 SCOBY， 这种可以重复生长的 SCOBY 用作可持续的材料，比如生产 SCOBY 纸、SCOBY 皮革等等等等。孔布茶的发酵大致分为2个阶段，一次发酵跟2次发酵。在发酵初期，酵母细胞开始消耗糖，将其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。接下来就到细菌发挥它的作用，尤其是醋酸菌。它们将酵母产生的酒精转化为醋酸，给孔布茶带来了独特的酸味。2次发酵的时候主要是无氧发酵，这给最后的产品带来 sparkling effect。一般还会加入水果、果汁、香料等其他的物质来添加风味。孔布茶的发酵时间一般在15天左右，这个过程中酒精含量、酸度和味道都会发生变化，最后形成有独特风味的孔布茶。非常感谢 UK 的分享，那整个发酵过程听起来还是很有趣的。刚好我们身边有一位朋友最近正在自己酿制孔布茶，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他的想法以及他的分享吧。Hello, my beautiful friend， 这里是柏林，我是硕士毕业于瓦赫宁根大学的食品生物技术专业，主修的方向呢是食品微生物方向。所以不管是对食物中的有益菌还是致病菌，我都很感兴趣。这就包括了我们今天的主角红茶菌。这个就是刚刚黑杰德老师和 UK 老师给大家介绍过的孔布茶红茶菌。之前在泰国玩的时候，大家可能在711里面发现过这款饮料，哇，真的太好喝了，一喝一个不吱声。我当时10多天，一天得喝2瓶。然后最近很闲嘛，最近不是自从硕士毕了业以后，在家失业，不是在家灵活待业，就很闲，然后就养了几罐这个孔布茶，让自己尝一尝，希望复刻一下在泰国喝的那个味道。今天呢，正好是给这个 SCOBY 宝宝喂食的时候了，就借此机会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换营养液的过程，也顺便收获一下上一批次发酵的产品。我们灌装开始。在这个灌装之前呢，让我们来先品尝一下它的味道是否已经发酵完全。先给焦豆滴管消毒。好，把这个盖子小心的打开，然后放到桌面上。好，这个已经有很浓郁的香气了哦，让我们品尝一下啊！好酸，好酸。因为它已经完成了这个第1轮发酵，现在我们要给它灌装，进行一个第2次发酵，进行一个充气以及提供一个新的风味的过程。我这次提供风味选的水果呢，因为我没有身边没有一个新鲜的水果，我选用的是一个沙棘原浆。沙棘果，或者有的朋友可能会听说过，它不是一个很大众的水果，
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更有趣的风味产生。所以我们在发酵之前呢，24发酵之前，先把这个沙棘果装到这个小瓶子里，然后再把我们的孔布茶装到瓶子里，然后封闭，进行一个放在室温下待到3到7天，进行冲洗。这些瓶子里面加入沙棘原浆。有点怪。好，我们现在给小漏斗消个毒。我现在给它灌装一下它。哎，好啦，现在我们这4罐加了沙棘原浆的孔布茶就灌装完成了，只要放在室温里等待3到7天。冲沏完成以后就可以饮用啦。哎，这就是直接装瓶的孔布茶原液啦。可以看一下，很清澈哦。把上一批次发酵好、灌装好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开始喂我们的 SCOBY 宝宝啦。首先我因为要多酿造2罐，放到这2个小的发酵瓶里面，所以我要把这里面多余的 SCOBY 的宝宝拿出来，正好顺便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细节。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用的 SCOBY 的妈妈，就它是一个老的 SCOBY， 然后通过它呢来放到罐子里面，加入菌液以后，它会慢慢在表面形成一个新的 SCOBY 宝宝。这次呢我就是要把它放到新的发酵罐里面，希望可以长出更多的新的。可以看看表面的这个 Q 弹的感觉，其实它的口感就是像那个椰果。大家吃过椰果没有？而且椰果其实也是醋酸杆菌通过发酵产生的哦。这个菌膜和原菌液，因为原菌液里面还有很多的丰富的酵母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和 SCOBY 一起进入到下一轮的发酵中。它不仅可以提供大量的活性很高的酵母，同时它还可以提供一个酸性的适宜菌群生长的酸性的环境。准备的原液还是红茶，但是大家也可以准备相应的其他的种类的茶，比如说绿茶呀，或者是普洱啊，或者是茉莉花茶，这种都可以。这罐就装完了，差不多1:5的比例。然后营养液的配比呢，以及它的制作方法，我们可以见这里。OK， 这个我们就结束了。然后把它放起来，因为SCOBY 在里面其实是进行了一个有氧发酵，所以我们最好选用这种纱布给它盖上，但是同时它可以保证空气的流通。哎，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啦，然后谢谢黑鸡子老师和玉克老师的邀请，让我们期待下一周新的风味吧。干杯！非常感谢柏林的分享，整个分享非常的有趣，而且很有干货。我听完之后，说实话，都迫不及待的想自己试一下呢。对。但是我也想给大家提醒一下，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酿造，无论是孔布茶还是啤酒呀、红酒的时候，一定得注意安全问题。如果大家想尝试的话，可以先从商店里买几瓶来试试看。说了这么多都渴了，来干杯！干杯！我们今天挑选了3款不同的孔布茶，然后这个是带酒精的，它的酒精含量是5%，然后这2款都是不带酒精的，我们可以挨个来品尝一下，然后分享一下我们的感受。先喝这款吧，刚才喝了个这个，这是 lime 跟 mint 的口味。那你先尝一下。什么感受？我也喝一下。薄荷味还蛮重的，我觉得，也不是很甜。我感觉不错。对我来说就不好喝，平平无奇吧，没有什么亮点。我给他，你给他几分？5分的话，你给满分多少分？满分5分。我给他4分。
我给它2分。哦，好，下一款，第2款它的风味是 passion fruit 和 mango， 就是百香果跟芒果。对，来尝一下。好甜，芒果的味道还蛮正的，我觉得。对对对。那你给它几分呢？这款的话，这款给它4.5分吧。4.5分，我可能给它3分。OK， 3.5吧，3.5吧。非常天然的味道，我觉得。对对，就如果这个价格和其他的果汁差不多的话，我会更 prefer 这个。那我们还有最后一款，UK 可以来介绍一下吗？这也是 passion fruit 百香果味。OK， 这个是 hard kombucha。可以说是kombucha 的一个创新的一个 variety 吧，因为这款是含有5%的酒精的。一般来说kombucha都是不含酒精或者是低于0.5%的酒精含量。好，那我们尝一下这款吧，先试试怎么样？很 light 的味道，很清新，有是我点淡淡的那种啤酒花的味道。对对对，有一点苦味，但我不知道这个苦味是从何而来，这我还挺喜欢的。哦，它是用这个香槟 yeast 香槟酵母发发酵，可能 OK 就是因为用了不同的酵母，所以它的风味会有一些特殊。我还颜色上也对对对，可以来对比一下，这2个都是同一个牌子百香果味的，看它们的颜色差别还挺大的。我很喜欢这一款，你给它多少分？这个呀，我也给4.5分。OK，我也给4.5分。好的好的，等一下我想想，4分吧，4分吧，因为毕竟它是酒精饮料哈，酒精虽好，可不要贪杯哦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喽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也非常感谢 Yuki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，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多有趣的知识。在这呢，也要隔空感谢柏林，给我们分享了他制作kombucha的过程和心得。也非常期待之后在我的节目中也能够再次见到 Yuki 和柏林。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喽，期待大家一键3连，拜拜。